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这15种手相的人50岁以后横财大发。每个人人生运势都不一样，有的人年少时贫苦，一点一滴的积累，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最终获得成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有的人虽然出生富贵，却不思进取，整天沉迷酒色，最后将家产全部败光，晚年生活十分不堪。其实人生际遇的好坏可以从手相上看出一些端倪。那么手相上拥有什么特征的朋友，年龄越大命越好，越老越有钱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是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出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2. 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若是有2条玉柱纹，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迹象。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在年轻时目标模糊，没有理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大多一事无成。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历多了，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为之奋斗。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运势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孝顺，晚年福禄大增。3. 拇指无名指上有斗。拇指无名指有斗的人，在青少年时代会比较的艰辛，虽然足够聪颖敏捷，能力也很强，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与矛盾。这类人到中年，思想慢慢成熟，目标也会渐渐的清晰，会逐渐将精力全部投放到工作当中，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获得地位和财运，晚年生活也是十分的无忧自在。4. 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者2条。小拇指上有1到2条笔直的纹路，到达第一个指节。这种纹理在相学中被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纹理的人，越老越有贵气，早年吃的苦都是为后面的时来运转做铺垫，子女大有出息，不需要自己操心，晚年还能享子女福气，子孙贤孝，富贵安康。5. 手中有辰纹。辰纹在手中的巽宫、离宫、坤宫有辰纹出现的人，命中意外出现。出现这种掌纹的人，运气比较好，不用太过于劳累就能换来财富，生活中总是能够得到长辈们的帮助，贵人运不断，事业蒸蒸日上，横财也有很多。手中有辰纹的人，内心强大，志向高远，即使年龄大了，也不会放弃事业，照样财源广进。他们一生遍地黄金，富贵花开，30岁崭露头角，40岁事业有成，50岁富贵殷实，不管处于哪个年龄段，都钱财大旺。6. 手中有元宝纹。手中许多的纹线，如果构成金元宝的形状，即上宽下窄的梯形，元宝形状越大，财产就会越多。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形状，也会很富有。总之，元宝状的线都代表着生活富贵。手中有元宝纹的人，命中带贵气，但为晚贵之命。他们年轻的时候运气不错，但主要是表现在事业运发展好，人际关系和谐，拥有稳定的工作，但是赚钱机会少。只有到了中年，比如说35岁后，才开始有各种赚钱的好机会，而且是越老越吃香。7. 手掌中央长痣。这种人可以说是很少，1万个人当中都很难找到一个这样的手相的人。这种手相的人做事不会太在乎太多的小节，只会关心全局的结果，因此他们容易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有做领导的才能，天生就是做大事的手相。年龄越大越有钱，
手掌中央长痣的人能够事业有成，孝顺他们，才开始享受富贵生活。手掌中央长痣，在50岁后财运越来越好，能发不少小财，到老钱财不缺，家门兴盛。8. 水星丘隆起。水星丘位于小指下方，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和商业头脑，因此水星丘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金钱运也相当的好，应变能力也很强，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水星丘隆起的人注定命中带财，早年拼搏，中年发家，晚年大富大贵。9. 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纹线起始点表现得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在不断的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这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10. 事业线的起始点与智慧线相连，这种手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手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即便在年轻的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11.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且朝着中指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感情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手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旺妻运势的另一半。13. 贵人纹呈交叉状。生命线旁边的贵人纹如果呈现交叉状，并且整体清晰深刻，不中断，没有杂纹出现，手相中将此现象称为玉带马，是吉利之象。拥有这种手相特征的朋友，年轻的时候虽然工作、事业、家庭等方面状况都比较普通，不会有突出的成绩，直到40岁之后会遇到贵人指点，并且能够得到其扶持和投资，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迎来人生的春天。这类人晚年财运大增，地位也得到不断的提高，儿孙满堂。14. 掌上2条玉柱纹。手掌上有2条玉柱纹，其中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食指，另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中指，也属于晚年运越来越旺的一种手相。拥有这种纹路的朋友，年轻的时候往往碌碌无为，不清楚自己想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想法比较多。但是随着经历的增加，人生目标开始渐渐清晰，并且为之努力奋斗。38岁之后，因为一些特殊的机遇而成功，特别是越到晚年，这种好运越来越明显。子女不仅聪明有出息，还十分的乖巧孝顺。15. 手中多钱财纹的人。其实手中多钱财纹的人手中的财富也有很多，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够成为有钱人。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的多，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的钱财，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而感到烦恼，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能够成为家人的骄傲。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愿意照顾你。以上这15种手相的人，年龄越大反而财运越好，尤其到了50岁以后会横财大发。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手相，也不要灰心，不管是哪一种的人生，我们都要学会接受，这样生活才农村关于手相、面相之类的卜卦学说之多，已经不需多言，基本上人人都能说出来几句，而且大多数人也都认识几种所谓的面相、手相。而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农村一种常见的手相学说：手有金钱纹，一生财追人。看看这种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没有道理？手有金钱纹，一生财追人。从金钱纹这种手相的名称和一生财追人这句话的意思就可以明白，手掌上面有着金钱纹的人，一生都是财运通天、大富大贵之人。那到底金钱纹是什么样的呢？金钱纹是手中掌纹的一种，一般位于人手指、无名指的下方，形状一般为三角形或者菱形，只有极小的几率出现米字形。人们认为金钱纹是掌管一个人的财气，金钱纹显示的越是清楚，则说明财运越大，生活必定财源滚滚。当然，除了以上所说的金钱纹外，这些富豪才具备的20种手相特征，普通人占了1种就小安，2种是小富，3种是大富。我们也千万不要错过。1. 手掌柔软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柔软有肉，几乎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这种人大多属于先天有福之人，为人聪明能干，头脑清晰灵活，无论做什么都能做得比较出色，在事业上容易成功，财运极好，尤其是偏财运，非常的有投资方面的眼光和天赋。2. 有贵人线。所谓的贵人线又叫做生命辅助线，指的是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清晰的弧线纹，此纹长得较为清晰显眼的人，大多贵人运非常好，在事业和生活中经常容易得到贵人的帮衬，特别是每次遇到困难，总有贵人助其渡过难关。3. 小手指长而不歪斜。小指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交与表达能力，它标准的长度是到无名指的第2指节，小指过长的人多半善于辞令，应变力强，这种指型最常出现在一些政治家的手上。而小指短的人较不善于表达，话说得少，事做得多，为人亲切富同情心，属于心地好的人。小指越长，说明你更有才华和财富运，处事作风也会更加圆满。拥有一个直长的小指是非常幸运的，但是小指长度接近无名指的长度，则表示特别喜欢出风头，过犹不及。4. 财运线。六绣纹清晰。六绣纹在西洋手相又称成功线、太阳线，中国手相学中称为偏财纹、禄合纹、异禄纹。此纹主要为出现在无名指下肢掌上直纹，小指下肢直纹亦称六绣纹，而西洋手相称之为水星线。一般所谈的仍是以无名指下肢六绣纹为主，此线代表意义良多，如贵人运、智慧强、有偏财运、异性桃花、第六感之灵感强、有名声、事业上之幸运，还有健康运等，更属于老年运佳，给人生有完满的结局。六绣纹的出现均代表吉兆，如果无名指下肢六绣纹很长又清晰、明显、秀气，中国手相又称为禄马纹。凡有此纹者，皆主富贵，天下一品。即使玉柱纹不算太好，也能一生平顺享福。5. 手掌有财库。手掌中的财库指的是手掌心的纹路交叉成三角形或方形的闭口。掌中财库较为明显的人，一般财运极好，属于天生的富贵命格，挣钱也比较的容易和轻松，不用太辛苦，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而且这种人一般不喜欢受人管束，不喜欢替别人打工，喜欢自己创业，凭借着自己的才能，往往能够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收益不菲，日子也是越过越富。6. 掌心藏水。你可做个试验，先把手伸直伸平，就是放在水平位置上，然后把杯子中的水倒在手掌中央，
1分钟后观察留在手掌中央的水，看看有多少。水的多少代表你的财富多少。所谓的掌心藏水，指的是手掌平摊开，掌心部位凹陷下去，倒一些水放在手心也不会溢出来。这种人善于理财，也比较的喜欢存钱，能够积攒下丰厚的家业和财富，属于典型的发财手。7. 手掌厚实有弹性。手掌厚实有弹性的人身体健康，活力充沛，财运事业基础好，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充满干劲，努力进取，最有赚钱的本能。其人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有此首相特征的人更容易富贵。8. 大拇指第2节纹多。在大拇指的第2节处，无论有横纹还是竖纹，其人都很善于积攒财富。纹路越多，表示积攒的财富也越多，而且这类人多靠勤俭致富。9. 中指比较长。中指长得长的人对权力和财富有很强的追求欲，很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过上富贵的生活。因此其人会为自己制定长远的目标，并且会付出很多的努力去争取达到。而且其人也很有头脑，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为一些小财小利而动心，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这样的人更容易大富大贵。10. 食指上有3约纹。一般情况下，在食指的关节处有1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就叫做3约纹。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一辈子不缺钱花，而且往往都是得自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11. 木星丘发达。在手相中，食指根部的位置被称为木星丘。假如此处长得饱满隆起且气色明润的话，其人财运必佳，而且大多是靠经商致富，有成为之富豪的潜质。13. 男人手如棉，身边有闲钱；妇人手如浆，财帛满仓箱。男子为阳，女子为阴。手掌的肉属于脾土，脾土主后天物质世界，也主偏财。男子先天阳气盛，那么肝胆克制脾土的力量就大于女子；女子先天性阴，肝胆克制脾土的力量本身就小，所以男子手软代表脾土旺盛，女子手硬代表脾土旺盛。那么脾土旺盛的人必定财运丰厚了。俗话说，福厚积银钱，富贵是有来头的，贵的前身是为人民服务，富的前身是修桥补路、慈善施舍而来。那么我们一旦富了，一定要知道如何做。慈善捐助、体恤贫苦、捐资助学，都是非常好修复的慈悲本行。手掌厚实有弹性。手掌厚实有弹性的人身体健康，活力充沛，财运事业基础好，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都充满干劲，努力进取，最有赚钱的本能。其人在求财上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智慧，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努力。有此首相特征的人更容易富贵。16. 大拇指第2节纹多。在大拇指的第2节处，无论有横纹还是竖纹，其人都很善于积攒财富。纹路越多，表示积攒的财富也越多，而且这类人多靠勤俭致富。17. 中指比较长。中指长的人对权力和财富有很强的追求欲，很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过上富贵的生活。因此其人会为自己制定长远的目标，并且会付出很多的努力去争取达到。而且其人也很有头脑，做事大气，不拘小节，不会为一些小财小利而动心，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因此这样的人更容易大富大贵。18. 食指上有3约纹。一般情况下，在食指的关节处有1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横纹的话，就叫做3约纹。有这种纹路的人往往财运很好，一辈子不缺钱花，而且往往都是得自于异性的帮助而发财。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女人会嫁一个有钱的老公等。
19. 木星丘发达，在手相中，食指根部的位置被称为木星丘。假如此处长得饱满隆起且气色明润的话，其人财运必佳，而且大多是靠经商致富，有成为之富豪的潜质。20. 手中多财库，在手相中，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是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假如财运线长得伸直有力，或者有多条伸直的财运线的话，其人的财运会非常好，很容易大富大贵。假如水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出现十字纹的话，表示其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比如买彩票中奖等等。生活中做任何事都离不开这双手，但我们都好像不曾关注过这双手发生过哪些变化。可你知道吗？你的健康其实全被你掌握在自己手里，藏在手部的健康密码，每一样都能透露出你的健康情况，甚至还预示着某些疾病的风险。今天我们就来一一解密。1. 用大拇指测试你是否有主动脉瘤的风险。举一只手张开，保持四指不动，将大拇指向掌内并拢。若大拇指不能超过手掌边缘，即为阴性，属于正常现象；若大拇指轻松越过手掌边缘，为阳性，提示很有可能患有主动脉瘤。2. 这两处易长动脉瘤，一旦破裂，危及生命。主动脉瘤就像是血管壁上有一个吹大了的气球，虽然病程发展较慢，但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一旦破裂，约20%的人会在5分钟内死亡，剩余80%的人最多也只有6小时的抢救时间。一般主动脉瘤多发生在胸部、腹部，但症状表现并不典型，很可能被忽略。1. 胸主动脉瘤可能出现胸部或者背部疼痛、呼吸或者吞咽困难、咳嗽、声音嘶哑并逐渐加重的症状。2. 腹主动脉瘤可能出现背部疼痛、腹部一侧深处痛、腹部有跳动的包块。特别提示，90%以上的动脉瘤都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因此60岁以上有三高、习惯性便秘、长期高油高盐饮食、吸烟的人都是主动脉瘤的高危人群，要注意排查。若怀疑患有主动脉瘤，建议及时就医进行血管彩超检查。3. 手指呈杵状，严重时可能是肺癌。将双手中指向内弯曲，末端关节及指甲并拢，看两指甲根部是否有一个菱形空隙，若有即为正常，若空隙变小或者消失，则提示杵状指，可能与肺部疾病甚至肺癌相关。杵状指多与肺病相关，甚至提示肺癌。出现无痛性增生、肥厚、肿胀的现象，其可见于多系统疾病，但主要与肺部疾病相关，约占75%到80%。当肺部出现病变，导致气管阻塞，易诱发组织缺氧，从而在离心脏较远的手指末端表现为周围组织增厚，即为杵状指。此外，肺癌患者的杵状指症状可能出现比较早，往往先于其他的肺癌症状。4. 手掌颜色发生变化，警惕脏腑病变。手心位置是中焦的显示区，也就是食道、胃、肝、胆所在的位置。如果手掌颜色异常，可能提示脏腑病变，比如1. 掌心发黄，可能是心脾两虚。手心发黄说明脾胃功能虚弱，如果再加上大鱼际比较扁平，那就是心脾两虚。此类人群还多半有大便溏稀、腹胀、食少、健忘、失眠多梦、心悸、症重等症。另外，颧骨高、两缩少肉、上眼皮耷拉、水肿等等，也可能提示脾胃异常。2. 掌心青紫发黑，可能是心肾气虚。手心青紫发黑，说明肾脏有问题，心肾的阳气可能已经不足了，通常还有心慌气短、后背凉、手脚凉、脸肿、手脚肿、夜尿频、记忆力下降、腰膝关节疼痛等症状。3. 掌心发红，可能预示肝脏疾病，大小鱼际出现片状充血、斑块、红点，可能是肝长的表现，需警惕肝脏疾病。如果任由病情发展，
大小余迹甚至可能由红色变为紫褐色。此外，肝病患者还可伴有眼睑、面色发黄、舌下静脉紫暗、蜘蛛痣等症状。4. 手部青筋凸起，警惕脑血管系统异常。青筋一般在皮下隐约可见，而中老年人手上的青筋则较为明显，尤其是夏季血流较快，血管舒张往往会更加明显。这一般都是正常现象，但如果青筋异常凸起，就可能提示心脑血管疾病风险。1. 手背青筋明显，若手背中间青筋明显，可能预示心脏血管硬化、血脂代谢异常、心脏供血不好；若手背满是青筋，可能预示着全身血管硬化。2. 虎口青筋明显，老年人若虎口部位出现垂直于虎口与掌纹重合的明显青筋，可能预示着容易患心脑血管急症。3. 大拇指根部青筋明显，大拇指根部的中间位置是冠状动脉在手上分支的缩影，此处有青筋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约为60%，即使目前检查正常，其5年、10年后也属于高发人群。而且青筋突出越严重，颜色越轻，说明病情越严重。4. 大拇指侧青筋明显，这代表头部供血不足，经常头晕头痛。5. 大鱼际外侧青筋明显，这代表心律不齐，心脏跳得快慢不一，有时会有早搏、心悸、心慌的现象。6. 大鱼际底部青筋明显，代表体内寒湿重，易对心脏及关节造成影响，而且还会伴有腰酸背痛、关节痛等症状。7. 中指中部青筋明显，这代表常常头痛、头晕，大拇指的外侧也有青筋，说明从小就患有头痛、头晕，多数都是先天不足造成的脑部供血少引起的。8. 中指根部青筋明显，这代表脑动脉硬化，如果只是出在左侧，表示左侧脑动脉硬化或者经络不通较为严重，头部左侧容易出现不适。如果出现在右侧，说明右侧脑动脉硬化及经络不通比较严重，头部右侧容易出现不适。9. 中指下手掌青筋明显，中指下部手掌上部的区域出现青筋，代表甲状腺有问题，或者有慢性咽炎以及中医说的没氦气，是颈部经络不通的标志。10. 小指根部青筋明显，这代表先天肾气不足，而且腰腿没劲儿、酸软，同样是青筋越长越深，病情就越严重。11. 生命线内侧青筋明显，大鱼际上生命线内则出现青筋，代表过敏体质，易出现药物过敏和食物过敏，容易患湿疹、牛皮癣等皮肤病。5. 如何从手指预防疾病？一搓、二拍、三捏，养对手就是养全身。从中医角度来说，手上有很多重要的穴位，如合谷穴、劳宫穴、少商穴、鱼际穴，经常刺激这些穴位，就相当于对各个脏器进行按摩调节，有利于身体健康。具体怎么做？1. 搓一搓，取一根上半部分有棱的筷子，把筷子放在手掌心，用双手反复搓动，直到掌心微热即可。2. 拍一拍，每天拍拍手心、手背、掌根，指尖互拍，虎口对击，对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肝脾健康、关节健康等等都有好处。3. 捏一捏，每根手指都对应不同的脏器，比如拇指对应肺、脾，食指对应肠道，小拇指对应心脏。平时也可以捏一捏、按一按，有助于调养五脏。手相是通过观看一个人手部特征的方式来论命的科学，每个人的手相都是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而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我们要留意自己手相中的局部变化。人的运势好坏是一个综合因素，一旦发现自己的手相改变，那么预示你的运势发生变化。以下这几种手相的人适合创业，可谋得富贵荣华。一点三角纹，三角纹出现在婚姻或感情线上，代表会因为婚姻或感情而获得好的财运或财产。三角纹位于智慧线上，会增强人的智慧，帮助其人在学术、理论方面有所建树，而且其人是很好的辩才。2. 领袖纹，手相中拇指有着很大的作用，
其代表一个人在社会上求发展的生活力。拇指上出现好的纹线，如领袖纹、凤眼纹等，在各方面都能有着好的作用，表示事业上会有很大的成就。3. 通天纹，双手通天纹，前世必是大善人。金生头有灵光，神灵处处庇佑，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必有大作为，财运不断。香书云：双手通天纹者绝少见，有之者心应手辣，大事必成。4点两指等长，食指和无名指一样长。有此手相的人在年轻时都吃苦颇多，中年之后事业腾飞，当个小老板挣下千万家业还是铁定的。第2，从手相中看是否漏财，大体有以下4点。1. 看漏财纹。看漏财纹的区域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的连接处，如果下面有掌纹直达这里，一直到两指的间隙之处，这就是手相书中所说漏财纹。大体有3种情况，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接而来的，另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的，还有就是单独产生的。漏财纹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你是一个攒不住钱的人。2. 看手的薄厚。手的薄厚代表一个有的福分浅薄，手掌肉厚，掌肉嫩，当手掌展开时，手心自然形成一个凹坑，往里面掉一些都会存住而不会流走，这利手相便可以存住钱。而漏财的手上肉少，显得干瘪单薄，手掌展开，手心是平的，往里面掉一些手全都流走了，几乎是一点不存。3. 看手指缝。所谓的漏财手注重的是一个漏字，就像我们说的漏斗一样，就因为下面有孔才会漏出去，因而存不住东西。手相也是如此，当你将手指展开后并拢，看看你的指缝，如果手指合拢之后不透一丝指缝，就说明不漏财；如果出现了指缝，则说明漏财，而且指缝越宽越漏财。4. 从手相上的财运线，破财纹。财库与漏财手看个人财运以及化解漏财破财的方法。1. 财运线。图中小拇指上部红色的短竖线是财运线，财运线如挺直清晰者财运好，纵然现在贫困，以后也会财运好转。不过纵然财运线很好，如果其他线条欠佳，没有配合财运，也将逐渐变坏。财运线不明显或者没有，财运线有缺陷，比如断断续续不连贯、曲折不直等，表示金钱运较差，这时候受到生活困难的威胁或生意不顺当。应该请根据本人姓名、生辰八字秘制的五路财神招财符催财转运。参考资料：五路财神招财符、开财门符。2. 漏财纹。看漏财纹的区域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的连接处，如果下面有掌纹直达这里，宜上图中黄色线条，一直到两指的间隙之处，这就是手相书中所说漏财纹。大体有3种情况，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接而来的，另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的，还有就是单独产生的。漏财纹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你是一个攒不住钱的人，不能聚财。3. 财库。蓝色圆圈代表财库。手掌肉厚，掌肉嫩，当手掌展开时，手心自然形成一个凹坑，往里面掉一些都会存住而不会流走，这利手相便可以存住钱。而漏财的手上肉少，显得干瘪单薄，手掌展开，手心是平的，往里面掉一些手全都流走了，几乎是一点不存。4. 漏财手。如图片下半部分，当你将手指展开后并拢，看看你的指缝，如果手指合拢之后不透一丝指缝，就说明不漏财；如果出现了指缝，则说明漏财，而且指缝越宽越漏财。第3， 6种负命人手相特征。1. 手如干姜夹道必昌，有些人解释成手就像干瘪的老姜，
告诉大家这句关于描述财运的短语是什么意思。真正的解释，手如干姜，主要是说手的握力，干姜的阳气最重，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在人体里，《黄帝内经》云：肝变动在握。出生的婴儿，骨若筋柔而握骨，就是人的握力是从肝来的。肝为将军之官，谋略出焉，肝就像一位大将军，主意个人的谋略与做事能力。如果肝功能旺盛，那么这个人的手的握力必然大，而握力大的人也必然肝健旺。那么这样的人做事能力强，有勇气，敢闯敢拼，富于冒险精神，有勇有谋，敢为天下先，不畏艰难的韧性。那么这样的人一定事业成功。女孩子找男朋友要仔细了，和他握手的时候，去感受他的握力大小吧。女人手如干姜，兴家之人必定是丈夫事业上的贤内助。拇指分眼纹边缘闭合不佳，影响运势。嫁的丈夫虽然品行和才干都不错，但是夫家的家境一般，需要女士婚后夫妻携手创造财富，也说明女士早年父亲创业会很辛苦，波折较多。这样的女人也是育儿能手，教子有方，多数子女成才，晚年孝顺父母。她们一生都勇往直前，不会简简单单地被困难打倒。她们懂得利用自己的优点去赢得成功，也正是她们的品格会被贵人赏识。哪怕她们一分钱也没有，但出色的表现也会得到富人的投资。她们懂得抓住机遇，赢得成功。2. 发达的财纹。手财纹位置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就是手财纹。有这种手财纹的，通常是能够守财的，理财能力也很好，会知道如何管理钱财，选择适当的投资。大拇指节第2节指腹中的横纹，守财纹。守财纹是手相论财富最重要的纹路之一，此纹最易判断人的一生能否有钱或守得住财，而且几乎无例外可循，一举中的。凡大拇指第2指腹中有横纹均算守财纹。守财纹即代表有财且能守，守财纹常代表入财多，也守得财多。守财纹短，代表入财小或不易守财。没有守财纹，晚景可虑，此种手相代表一生存不住钱，到年老需要靠亲友、子女的帮助，或领退休金或养老金过活。假如手掌中的纹路互相交错，能够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话，便称为财库，代表着财富。不管男女都会有不错的财运，不用付出太多，便会赚取很多钱财，很容易大富大贵。3. 太阳丘隆起。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假如太阳丘长得丰满隆起，颜色明润的话，其人的赚钱能力会很强，亦有意外发财的机会，并且能存得住的钱，一生不会为钱财所累。4. 理财纹伸长。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路，叫做理财纹。理财纹长得伸长的人通常都具有理财的头脑，无论是替老板、上司理财，或者是在大公司里面做会计出纳，还是自己投资理财，都会赚取很多财富，也具有大富大贵的潜质。5. 手中多财库。在手相中，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是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假如财运线长得伸直有力，或者有多条伸直的财运线的话，其人的财运会非常好，很容易大富大贵。假如水星丘与太阳丘之间的部位出现十字纹的话，表示其人亦有意外之财到来，比如买彩票中奖等等。6. 手心挖必姓家。手心在人体是劳宫穴，劳付出，宫地狱。该穴心包经的高热之气在此带动脾土中的水湿气化为气，
穴内的地部脾土未受其气血之生，反而复出其湿，如人之劳作复出一般。这是一处火穴，火在人体主心，在人类社会事务当中主前途。劳宫学家的人前途光明，心地善良，富于献身精神。在集体当中，劳宫学代表大领导，劳宫学家的人会得到领导的破格提拔与青睐。那么什么样的劳宫穴好呢？就是手心要凹陷，凹陷的手心劳宫穴最发达，而突出的劳宫穴力量最薄弱。手心如果突出，则一生事业前景暗淡，很难遇到机遇，没有贵人提拔，只能靠自己奋力拼搏。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